看远处的山上那一串人都是骑骆驼的，我的天，人也太多了，我的妈呀，根本都走不着前头去，密密麻麻的全是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鸟。今天是青甘环线的第14天，我现在在敦煌。由于买到的莫高窟的门票是后天的，所以我今天的任务就是逛博物馆，去鸣沙山月牙泉。强烈建议各位来敦煌要给博物馆留半天左右的时间，有条件的可以租个讲解器，这样可以对敦煌文化有更多更深刻的了解。而且敦煌博物馆有着我目前见到的最多的纪念章，大概有50来个，随便盖，所以最好带一个本子。门票是免费的，只需要提前在 App 上预约一下就可以了。另外，博物馆还有一些经典壁画的数字版，以及特45窟的1:1复原。我后来去看过45窟的原窟，虽然在细节上二者会略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，比如说在光泽度，但是这些完全有可能是由于光线条件和材料等一些细节问题造成的，所以基本上还是一致的。所以对于那些想看一看，觉得又没有必要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的，博物馆不能错过。我选择当天傍晚来到月牙泉，一方面是太阳快落山了，没有那么晒，另一方面是爬上山之后刚好看日落。但是这个人多是远超乎我的想象，再次强调一遍，这可不是周末，也不是假期。我真的是此生第一次见到堵骆驼，看到没？骆驼红绿灯。景区上空是不能飞无人机的，因为他们有自营的飞行器具，直升机和滑翔翼。时间还早，我决定坐一下滑翔翼。我其实有些恐高，但是我还很矛盾，我非常喜欢飞行和站在最高峰的感觉，所以我每次都要花100分的毅力来压制自己对高的恐惧。真的巨热，全是人，实在是人太多了，直接上山了。马上要日落了，人更多了，开上。我压根儿没往月牙泉跟前走，因为肉眼可见的就挤满了人，不如直接上山，还能占个好位置。沙地难行，建议各位穿拖鞋，或者索性穿个袜子直接踩。因为光脚会有点烫脚。我其实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，但是我脚受了个伤，没有办法直接踩地，所以只能穿着鞋，然后外边穿着租来的鞋套，非常非常的难受，关键也不方便。但是上来之后就觉得值得了，尤其到后来人越来越少。天黑之后，大家还一起整个沙漠音乐会。
人群逐渐退去之后，我看到了美好的一天又结束了。由于莫高窟的票是在后天，明天不能浪费时间，我要先去附近的瓜州去看榆林窟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